平不是躺平，维持和平比战争更累人。以前支持国民党的会觉得这是一个烂党，就业金好是一个很棒的口号。台独与台海和平，去跟美国那些学者，10几个学者来都是最尖锐的问题啊。创造和平的人，他是拿不到什么红利的，人家愿意负起那个责任，难道不好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主张和平，反对台独，并强调国民党不是把美国拖入战争的一方。6月1号晚上，抵达旧金山跟侨界来接机，当时有一个献门礼。国民党的侨界很久没有动起来，之前国民党几个要员啊去了美国，像是平淡无奇，也不跟当地侨界互动，也不跟当地国民党人有密切的接触。国民党是由华侨发起的政党，孙中山本身就是华侨，华侨这件事一直对国民党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美国侨界目前主流还是挂青天白日旗，因为基于对国民党的认同。同盟会长期都在日本运作，也都在海外，所以孙中山称华侨为革命之母啊。6月2号啊，去了斯坦福大学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没有时间了，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内耗下去，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内斗下去，我们更不能够眼睁睁的看着台湾被推向战火。今天国民党要扮演中流砥柱，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的桥梁。如果可以翻转28年国民党执政指日可待，我们不要乌烟瘴气的台湾，我们不要撕裂仇恨的台湾，我们要的是一个团结的台湾，善良的台湾，爱好和平的台湾。我们把正能量，我们把未来光明的希望带给全高雄，带给全台湾，让我们一起团结一致，打赢这一场历史会记得最光荣的一场圣战。因为团结是国民党现在最需要的元素啊！要翻转2028，世界大势已经有了，但是问题是国民党够团结吗？这是现在最大的麻烦啊！让我们看到郑丽文在努力做这件事情。接着就是建门礼嘛，没有建，但大家就拿登山杖，这真的是别出心裁。我相信主席真的非常开心哦，因为已经多久没有人去重视海外的侨胞，海外好好走一走，去给海外这些侨胞们打打气，告诉他们他们支持的台湾，他们支持心生向往的那个国民党。那个中华民国还在，主席是真的是带着满心诚意去的。其实郑丽文他不是国民党出身的，但他研究国民党的历史，他研究中华民国的历史，比其他那些号称正蓝军的大佬们还认真太多了。如果他真的没有认真研究的话，他能够把话讲到实处去吗？他去史丹佛、去哈佛、去 MIT， 难道那些学者是棒槌吗？那些政界人士是笨蛋吗？看不出来郑丽文是真的还是假的吗？第一个公开行程是去 Harvard Institute， 这个胡佛研究院对中国研究他是非常专业。当年老蒋他的后代蒋家后把日记捐到了胡佛研究所。在交流过程中啊，戴亚门教授特别向本党介绍了著名的胡佛塔。这座塔落成于1941年6月，在二战烽火蔓延之际，胡佛总统在落成典礼上说道：本机构的宗旨是促进和平，保存档案，对鼓吹战争者的挑战，也吸引寻求和平的人。85年后的今天，这段话依然发人省思。塔上祖宗镌刻的铭文：我只为和平而鸣 ，For peace alone do I reign， 让丽文深受感动。这份在世界上动荡中对和平的坚持，也是此次我们对访美所欲传达的理念不谋而合。那当前的东亚正迎来大战略环境转变，美中合作，两岸降温，中日关系稳定所交织出的东亚新局正在悄然成型啊。因为日本最近啊看到了美国这样子转向，他一方面拉着菲律宾啊，另外一方面一直在对中国释放讯号，说有没有机会啊中日元首再会谈一次。日本现在很矛盾，既要演的他对中国强硬，他又不能对中国强硬，非常尴尬。但是中方是不会给日本人机会的啦。第一
岛链要从地缘政治竞逐的前线转型成和平繁荣之链。所以这3大主张：第一，建构台湾的 AI 国防战略，台湾在领先科技半导体；第二，持续深化台美合作；第三，超越过时的零和思维，打造亚太新秩序。这整句话里面最重要的文言，零和思维就是冷战思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当习近平对着川普讲出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让零和思维、冷战思维彻底的消散。这么多学者啊，据说有12位美国学者，老中青3代学者全部集结了。郑丽文是不怕直球对决的，既然要来，大家就这回来，这样比较快。目前一次解惑 ，Hoover Institute 几乎是全线出动了。那交流阶段啊，学者也针对区域安全、两岸关系、多边和平框架及两岸未来等议题进行诸多深入的讨论。立文也向在座学者重申了台海的和平稳定有赖两岸彼此的决心，也需要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台湾在亚太架构中绝对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能够积极定义自身未来，并向国际社会承诺和平的重要行为者。台海两岸的和平的重点是两岸关系，这是郑丽文整趟形成的最重要的基调，两岸关系。所以他去先见了习近平，确认习近平的意思，并且你川普总统也去确认了习近平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访美一定要在川习会之后，你美国总统都确认了习近平是可靠的，是可以信任的，双方共同同意可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川普认可的啊。而习近平也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相互成就。第二个，国际社会其实就是美国的支持，美国国际里面占有主要话语权，所以你美国支持我两岸关系好，所以在亚太安全架构当中，因为我可以率先稳定两岸关系，我会定义自身的未来，我的两岸关系是一个不台独，坚持9·2共识，两岸走向和平共荣，相互进行未来可持续性的交流谈判，并且推展双方建设性关系的建构，中国国民党来担负起两岸和平的任务。过去国民党不敢担事情，遇到事情就推卸，可是现在的国民党因为有郑丽文的领导，愿意去担负起和平的责任。难道和平不好吗？现在有人愿意担负起来，去美国走一走，去跟美国那些学者，10几个学者，你以为他们吃素的啊？他来都是最尖锐的问题啊，人家愿意负起那个责任，难道不好吗？所以以前支持国民党人会觉得很干嘛，支持一个烂党有什么感觉？没感觉，他也不会回应你。他觉得岁月静好是一个很棒的口号。之前文传不是也出和平就是躺平？如果和平又是躺平，和平不是躺平，维持和平比战争更累人啊，吃力不讨好啊。和平的红利是所有人享用啊，战争的红利是胜利方享用啊。所以战争比和平更吸引利益的需求者，因为他有明确的利益导向。创造和平的人，他是拿不到什么红利的。所以为什么当初诺贝尔要创造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深感知创造和平的不容易，这就是最大的差别。为什么郑丽文会燃起这些人的热血？即便他现在可能还在国民党支持者的小圈子内在燃烧，而没有正式的扩到外圈，这些人迟早会被代谢下去。接着这样的能量，等着他回来之后，随着中美形势进一步的深化，这些东西就会爆开来。大家好，这也是历史哥李修，历史哥7周年台庆见面会在7月4号礼拜六下午5点45入场，晚上8点半开始。这次我们的阵容非常的强悍，有赖任、张委员、黄世修、徐巧芯、侯汉廷跟黄阳明啊，1年1度就等你来相见。我们这一次特别要送给前100位报名的同学一人一个7周年限定版饮料纪念收藏背带。该怎么报名呢？只要刷我们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如果相关资讯你找不到，你也可以到历史哥的脸书或各大社群，你可以轻松的找到报名方案哦。7周年台庆见面会就等你来了。民进党修宪小组的召集人，我是民进党4年国大代表，每一次我都担任重要的党编工作，也是在当时认读了民进党内部惨绝人寰的政治斗争，让当时只有20几岁的我看清楚了，台独只是民进党的政治便利贴，有用的时候就拿出来贴，没用的时候就私下当垃圾一样丢在一边。所以我到剑桥大学去念书，也在2005年初。主席有跟我讲过这件事。最后一个台独受难者陈忠明老先生，民进党是见死不救，他自己跑去绝食抗议。当时施明德最后受不了，施明德跑去找他，是掉着眼泪请他站起来。但施明德大概也是民进党最后的政治良心吧。后面的就不要说了嘛，后面阿扁上来，那还有良心吗？有够贪嘛。他当时去剑桥念书，很多人很惊讶，但已经在美国念书了，为什么要跑去剑桥念书？因为他在美国拿了一个硕士了。因为他说当时他看了民进党这样斗争他很难受，干脆去念书，就毕业了嘛。然后连战就把他找回来。不过当时民进党还是有人斗争他啦。那因为他在媒体的上面讲了涂醒哲的坏话，当时涂醒哲是民进党嘉义市长，所以民进党就用这个理由把他给赶出去。连战主席的邀请之下，参加国
民党。当时的连战语重心长，他面对国民党内有一半的人支持他破冰，有一半的人反对他，觉得太危险，所以他需要全力支持他到大陆进行和平之旅的目标。因此，我深受感动，决定参加中国国民党，协助连战完成他历史性的和平之旅。不是在做自我介绍，我只是告诉大家，我是长期思考这个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在重要的历史时刻义无反顾挺身而出。这就是我一直在讲，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其实都不是，是英雄看见时势，并且趁着时势引领时代。立文是这样在做事情的，他是看到时势。所以我的压倒性的赢得党主席的选举，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对两岸和平完整的论述、坚定的态度，以及我义无反顾的做。所以上任党主席之后，我就说我要到大陆访问，我也希望能够见习近平总书记。很多人在问，为什么不先到美国？为什么先跑去北京？你是不是亲中？你是不是觉得北京比华府重要？你是不是觉得美国不重要？像不像小学生吵架问的问题？很容易被人家误会说习近平给郑丽文赋能，这是错误的说法。郑丽文的脑袋里面的蓝图啊，在他心里面的蓝图，他见习近平是要确认两岸是可以和平的，他来美国讲话才有利基点。如果没有郑习问，那访美也不用去了。这也不是台湾人民最后的南柯一梦，和平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选项。因此，我必须取得来自北京最高领导的习近平总书记，表达他毫无保留的诚意跟善意，表达他愿意为两岸和平稳定做出最大的努力。他心里面有这么宏远的蓝图，但他一直没有那个机会，所以他才一度觉得自己该退休了。他那时候说准备写自传啊，因为他一直在修佛嘛。他那么有锐气的人，怎么样有办法沉淀下来？有跟我讲过了，没有郑习会，美国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不用去。其实习近平是懂这个的，所以他看到郑丽文，他特别高兴。宋涛亲口跟郑丽文讲的啊，他见习近平这么多次啊，没有看过习近平吃饭都在笑。我认为我走的是对的，我认为这个顺序是对的。先到哪里，并不代表哪里比较重要。很多人很幼稚的，对不起，或者是说很用你过去的经验的限制，每天都在问立委，美国跟中国你要选择哪一边？我说这很像小朋友叫我选择，你要跟他做朋友还是你要跟他做朋友？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选择？还好我在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英国首相刚好到北京去访问，一个美国最铁的兄弟，英国首相也说，我不需要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做选择，我们通通都要。事实上，全世界的朋友我都要交。这代表他对国际的观瞻是非常非常敏锐。一个要退休的人不会有这么敏锐的想法，所以他一直长期都在观察。他做一个党主席，他就是不甘于做一个阳春党主席。所以你看他拿英国这个当抓手多好用。有任何人讲说，英国首相说的啊，不需要选择，而且在我们大的战略地图里面，只有两岸和解，只有两岸和平，只有两岸合作是不够的。这个和平没有办法有序，没有办法稳固，没有办法制度化，缺了哪一角？缺了美国。因为两岸关系稳不稳定，美国的作用至关重要。美国人如果在后面搞破坏，两岸关系是不会稳定的。郑丽文这句话其实是回顾过去10年两岸关系越来越恶劣。为什么？因为美国需要一个恶劣的两岸关系，所以两岸关系就必须要恶劣。你看民进党那群美国舔狗，更别说国民党里面是不是有一群蓝美人在蓝营，心里是像做美国人的走狗。所以你看看郑丽文，再看看冲康派，你看这是天壤之别。所以必须要有美国的理解跟支持。更重要的是，我希望看到的是美中的和解，是美中的合作，因为唯有如此，全世界才能高枕无忧，而不是每一天生活在冲突的恐惧当中。在郑习会之后不久，就确定了川普总统要到北京访问，而川习会也共同清楚释出了跟郑习会一模一样的政治讯息，那就是美中也要营造一个友好的关系、稳定的战略的合作关系，尝试的去管理可能造成冲突的任何风险，而最大的风险就是台独。只要有效的排除掉了台独，那么美中可以确保台海的稳定跟和平。兵分3尺，非一日之寒。但是我们用最大的恒心跟耐心，大家都是一家人，所有的事情都好商量，所有的歧义可以慢慢的来化解，因为事情一件一件的做，用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耐心跟恒心感情。我说和平这条路，或许现在看的是荆棘满布、危机四伏，但是只要我们路是一步一步慢慢走出来，立文可以走在最前。但我相信这条正确的道路会有越来越多。我在阳山港的时候演讲的时候所说的，会有越来越多，在座就有很多比立文更聪明、比立文更厉害、比立文更勇敢的人会加入这一条行列。
这么多人一起走，路就走出来。很多人说政治人物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美国跟中国讲的初一十五不一样，但郑丽文讲的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特别提洋三港？因为郑丽文他所走过的路，他是无道一以贯之啊，贯穿全程的。他的讲话会不断的是一样，但随着最新时事的发展，不断往前去堆积啊。大家好，这里是历史哥李修，历史哥7周年台庆见面会在7月4号礼拜六下午5点45入场，晚上8点半开始。这次我们的阵容非常的强悍，有赖任、詹委员、黄世修、徐巧芯、侯汉廷跟黄阳明啊，1年1度就等你来相见。我们这一次特别要送给前100位报名的同学一人一个7周年限定版饮料纪念收藏背带。该怎么报名呢？只要刷我们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如果相关资讯你找不到，你也可以到历史哥的脸书或各大社群，你可以轻松的找到报名方案哦。7周年台庆见面会就等你来了。原本去圣塔克拉拉它是圣塔克拉拉县下面的县制，美国是3级制，可以做到4级制。第1级是联邦政府，第2级是州政府，第3级是 county 或者是叫县，然后第4级才是市。圣塔克拉拉市的市长出来见他，其实是成绩是相对低很多的。他后来去圣塔克拉拉县华裔很多的县，第一个华裔的县长。这个工作很重要，因为民进党是瞧不起黄皮肤的，民进党内核是香蕉人，所以瞧不起黄皮肤的，非常崇洋媚外的，所以他们不太愿意跟在地华人互动。川普的白宫发言，白宫新闻室的主任叫做张正熙，他明明是个华人，结果民进党却没有办法联络到他，非常丢脸。那所以他看不起他嘛，所以议长出来接待这个层级就再高一点点。那民进党就是这样啊，民进党最恨台湾啊。结束之后跟台积电前技术总监胡正明教授交流，旧金山之后他去 Boston 接受当地的 Podcast 节目叫做 Worldviews 是由哈佛大学学者和美国社会协达共同发起，他们专门在访12国元首、部长、大使、国际组织、诺贝尔奖得主、知名学者，长期关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和平，所以这个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级的媒体。后来这个最神奇，麻塞诸塞州就是 Boston 这一州，这里副州长叫 Kim Driscoll亲自来接见他，并且带他去州政府大楼。事实上，在20年前，2006年，立文就以发言人身份陪同本党前主席马英九先生来到麻州州政府拜访当时的州长罗姆尼。当年他们2位都是角逐总统呼声最高的人选，甚至在州政府前召开联合记者会，也为后来台美外交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其实这个层级聊了什么不是重点，重点是第一，他自己也当年去过，这是一个历史的回温，所以到这边层级已经上升到副州长级了。罗姆尼当年是有去选总统的出来见马英九，那就代表已经是要挑战大位。副州长出来见，代表说郑丽文的政治明显升咖了。国民党的政要上次去美国，有哪个是州级出来见人？前面还在见 Santa Barbara 的市长，这个县的县议长，结果这边已经到了副州长，而且麻州在美国里面是很重要的，还有它的特殊历史地位嘛。然后还去了麻州州长办公室，这是真正的大咖 Graham Allison， 他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提出者，也是甘乃迪学院的创院院长，哈佛最顶尖的政治机构，培养了很多学者，很多的这个政治人物，这样相关的智库很多人从这边出来。过去阿里森自己对于中美关系很悲观他认为中美之间若爆发灾难性冲突，台湾问题可能是引爆点，一旦发生战争，受害不是两岸人民，可能波及整个世界。那分享习近平总书记会面时，总书记表达尊重台湾同胞所选择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也希望台湾能够肯定大陆的发展成就。亲自走一遭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就表达中华民族的共同成就，共鸣感，用尊重取代偏见与对立所以阿里森深有共鸣，中美关系需要建构一个互相理解的尊重之上。因为川普的动向，而且郑丽文的到来，其实都对整个美国学界重新调整战略姿态很重要。因为美国的预想就是中国的崛起必然要挑战他，一定要干他，两边一定要对干。如果当阿里森都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那些昔日信仰修昔底德陷阱，把修昔底德陷阱奉为金科玉律的政客，不就是个笑话吗？所以见到阿里森真的非常重要，这代表说美国的学界，代表说美国的知识界，美国的精英分子重新在理解中美关系要如何去架构，而他们理解到两岸关系是中美关系重新架构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两岸能不能稳住，中美能不能重新架构是绝对要放进去讨论的。他再去访问美国，尤其他跟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的创院的院长 Allison， 很多人都误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指的就是旧霸权受到新霸权的挑战，最后难免一战。可是 Allison 的想法不是这样，他正好相反，
既然新霸权与旧霸权会有冲突矛盾出现，那为什么不寻求一个可以和平共处，才是艾利森的本意？所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习近平向川普提出来第3件事的第1件事就是修习底德陷阱，然后再透过郑丽文到美国跟他的原创人艾利森教授再深入的谈修习底德陷阱，双方得到了共识，而且艾利森对郑丽文也赞赏有加，觉得郑丽文不愧为他的知音，忘年之交，所以郑丽文在寻求台海和平、中美的互惠。郑丽文这一次为什么除了侨界热烈的欢迎之外，还引发了美国的智库科技界现在几乎是排队想跟郑丽文去谈一谈他对台海的看法，对中美的看法，因为他们觉得郑丽文讲的有道理啊。郑丽文所提出来的和平的理念确实是美国人民需要的，美国人民就是希望美国追求和平，他才能把大部分的资源用在他国内，尤其经历了美伊战争，经历了更早的俄乌战争，他更知道和平的重要，而郑丽文鼓吹的就是所谓的和平的追求。